怎么了，静婷？程泽又说今晚要加班。嫂子，程泽出了车祸，你现在马上来市医院，带上身份证。老公，你千万不能有事，你等我，我马上到。这照片呢？程泽，家属送冷静，还在抢救。颅脑损伤程度需要进一步评估。莹莹，万一哪天我不在，你敢？不许说了，罚你今天早点回家陪我。好的，祖宗，小的遵命。苏莹莹，你要起来。你帮我去看看程泽，你进去帮我看看，他们不让我进去。莹莹，你冷静，我不是直系亲属，我也进不去。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，必须马上去公司。不要，我哪儿都不去，他现在需要我。听着，莹莹，你必须亲自去主持大局，不然程泽的前途就此断送了。莹莹，你就是我生命中的那盏灯。今天我家宝贝又要大显身手，回复甚是幸福啊！嫂子，你来了，请坐。嫂子，现在陆总情况很紧急，公司运营耽误不起。目前最稳妥的办法是你先签一份授权书，稳住现在的局面。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签个字，等程泽醒了，他当然会醒。当然，嫂子。但眼下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处理好公司的事情，你说是吧？不对，这些人是要趁程泽病，要程泽命，我不能慌。苏姐，陈总是为了公司好，慢慢看。雨柔，你能帮我看看吗？莹莹，这份合同涉及跨境条款，我也不太懂。不对，雨柔在撒谎。她是我10几年的好闺蜜，法律系高材生，不可能看不懂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份合同第3页附件里有专企权的永久转让条款。董事会决策与你一个法务有什么关系？苏总，您不能签，签了星环系列的全部海外专利就归别人了。这份文件我签不了，在程泽醒来之前一切照旧。周总监，麻烦您以后所有的工作直接向我汇报。是。我洗手做羹汤之前，也是商场上的一匹好马。程泽，这一次我来护你周全。
请进。苏总，这是星环系列专利的完整配份，包括海外注册的所有原始文件。附件 C 第7.3条，专利权永久转让。周总监，今天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已经签了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15年前，我因为坚持原则被上一家公司排挤，是陆总给了我机会。他说锦江需要我这样不懂变通的人。现在能信任的人不多，你算一个。苏总，法务部会全力配合您，但您需要知道，许昕掌握着行政和人事，陈敬亭在董事会经营多年，方律师……我知道，所以我要你做3件事。第一，立刻冻结所有超过50万的资金流动，需要我和你的双签。已经在做了，今天下午。第二，我要星环项目组所有核心成员的背景调查，特别是和陈敬亭、许昕有私交的。明白，1周内给您报告。第三，帮我找个可靠的护工，要懂颅脑损伤护理的。护工我今天就安排。另外，这是陆总上个月让我起草的。日期是车祸前3周，签名栏空着，程泽还没来得及签字。周总监，我要看到前一天的财务验报和法务风险提示。是。苏总，陆总没看错人。周总监，明天早上7点，我要先去医院。明白，我会把文件送到医院。不要在医院谈公事，那里只是我和陈泽的地方。是。莹莹，别怕，灯还亮着，我就还在。程泽，程泽，程泽，陆太太，您来了。陆先生的情况暂时稳定。稳定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恶化，但醒来的时间还无法预测。他会醒，他必须醒。您可以进去待15分钟，一会儿给您做无尘处理。谢谢。老公，我今天去公司了，他们想让我签文件，但我没签。我还去了你的办公室，坐在你的椅子上，好大，好冷。老公，你快点醒过来吧。林英，公司的事我帮不上忙，但你有需要随时找我。关于颅脑损伤的国内外最新治疗方案，我想和您约时间详细咨询。对，钱不是问题。好，明天下午3点。约会神经外科专家李医生，明天15点。审核星环项目组名单，老周1周内。学习财务报表基础，今晚开始。查陈敬亭近3年经手项目，查方雨柔律所与锦江的合作记录，给程泽买新的保湿唇膏。永久转让不等于临时授权，星环改外专利是核心资产。陈敬亭为什么这么急？盛起咨询。苏总，方便通话吗？关于陆总车祸，有些情况不对。周总监，第一，陆总车上的行车记录仪复存条不见了。第二，
刹车系统的初步检测报告被人压着没有往上递。你的意思是，不是意外？周总监，今天9点的见报照常。是，苏总。程泽，如果有人害你，我一定会把他找出来，亲自送他坐牢。赵经理，坐。苏总，这是昨天的资金流水和应付借款简报。一笔海外咨询服务费480万元，收款方是盛启咨询。这笔钱昨天晚上8点47分申请付款，用途是什么？是新环项目的海外合规咨询费用，陈总那边批的。合同呢？合同应该在许昕徐总那边走流程。没有合同，为什么能进入付款流程？以前陈总审批的紧急款项都是先付款后补合同。以前是以前，你现在向谁汇报？向您汇报。您盯上盛启咨询是因为车祸？不是，我只是想知道他们急着转专利之前，钱先流向了哪里。文件备注圈上写的对接人是许昕，许昕不只是端茶的人。盛启这家公司，我会让法务部再深挖。不要走公司内部系统，我现在不确定这栋楼里还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我们。明白。9点半之前，把程泽事故当天的通话记录给我。我已经在催。辛苦了。应该的，苏总。苏太太今天真的来上班了。听说她冻结了盛启那笔款，50万以上都要双签了。陈总知道吗？他怎么敢？他不接你电话？他现在情绪不好。他可不像情绪不好，他刚刚冻结了盛启那笔款，他怎么会知道盛启？这话应该我问你。昨天你不是说他只要离开医院就会乱？我没说过。那他为什么没签专利转让文件？吵什么？陈总，盛启那笔款被苏莹莹冻结了。他比我们想象的清醒。他开始怀疑我了。那就重新让他相信你。怎么做？他现在最在乎的不是公司，是陆承泽。所以从医院下手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别紧张，只是让你去陪陪他，做一个好闺蜜该做的事。还有，查一下周明远昨晚见了谁，他不该知道那么多。我让行政那边调监控，不要留下痕迹。明白。陆太太，这个可以交给我们护理的时候帮陆先生用。麻烦你涂薄一点。莹莹，我给你带了粥，你从昨天到现在都没好好吃东西吧？苏莹莹，你再不吃饭，我就告诉阿姨。昨天的事情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怪我，也知道你舍不得离开医院，可我真的怕公司乱了。多少吃一点，好不好？今天公司还顺利吗？他们有没有为难你？还好。你别硬撑，如果文件看不懂，可以给我看。昨天那份合同我是真的没有把握，不是不帮你。我一直以为，这个世界上除了承泽，最不会骗我的人就是你。所以你昨天说看不懂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害怕。莹莹，你是看不懂，还是不能看懂？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们认识10几年了，你可以怀疑陈静婷，怀疑许昕，甚至怀疑公司所有人。可你怀疑我，所以你告诉我，盛启咨询是什么？盛启是陈静婷找的海外咨询公司。具体我不清楚。你真的不清楚？苏莹莹，我只是外部律师，不是锦江的人。你还信我吗？我信你这一次，最后一次。
是我，你是周总监介绍的人。我姓秦，以前做过事故调查。他开始查车祸了。我要查一场车祸，越快越好，钱不是问题。资料发我。我现在只有事故时间、地点和车牌，刹车检测报告被压着。如果这些是真的，那就不是普通事故。我要证据，不要猜测。明白。先查3件事：事故路段监控、拖车厂维修记录，还有陆先生出事前最后接触过车的人。他是从家里出发的。那就从陆家别墅查起。家里有监控吗？有。马上备份，不要让任何人碰原始硬盘。我现在回家。程泽出车祸半小时前打来的电话，雨柔打来的。苏总，还有一件事，陆总出事前曾给方律师回拨过一次，通话时长11秒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们认识10几年了，你可以怀疑陈静婷，怀疑许昕，甚至怀疑公司所有人。雨柔，你到底跟程泽说了什么？回陆家。太太，是回别墅吗？对，走快一点。程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相信任何巧合。方雨柔，11秒，11秒能说什么？警告、威胁，还是求救？太太，怎么了？后面那辆摩托车从医院出来就一直跟着。跟了多久2条街了。已经有人跟踪我了，说明我查对了。不要回家了。太太的意思是继续执行，去大商场。明白。你想跟，我就让你跟，但你最好别让我知道你是谁。他进商场了，准备跟进。老林，想办法拖他们2小时再回家。好的，太太。让我看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。太太，他们也到车库了。知道该怎么做。放心，我带他们去医院绕一圈。老林，程泽出事那天早上你在家吗？在，原本要送陆总，但那天他说自己开车。他以前经常自己开车吗？不常。通知何叔、吴婶还有安保的人，我有话问。明白。别说我要查什么。明白。老公，你放心，我会全力守住咱们的一切，等你彻底醒过来。谁动过这双鞋？太太，我早上收拾的时候顺手摆正了。几点？大概9点多。程泽的车祸可能不是意外。现在我要查那天早上7点到8点半的所有监控，谁也不要离开。从现在起，我谁都不信，我只信证据。他的笔帽从来不盖紧，说这样下次拿起来就能写，不耽误时间。
陆太太，查岗查到书房来了。我不能被回忆拖住，不能。廖先生出事那天早上7点到8点半，车库、玄关、书房门口、庭院东侧。是太太。他在看我。那天早上，他看了我很久。快进到他进车库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应该啊！继续。中间14分钟了，查日志。陆总的管理员账号，陆总那个时候不是已经出门了吗？7点18分之后，陆总应该已经在车上了。不可能是程泽，有人用他的权限删掉了那14分钟。书房终端有没有门禁记录？有人用程泽的权限打开过书房，备用卡在哪里？在书房保险柜里。谁知道密码？陆总，太太您还有谁？方律师，以前帮陆总整理授权文件，陆总信任他。有一次临时取资料，给过他临时密码。临时密码后来改了吗？我不确定。程泽，你信任的人到底值不值得？说，苏小姐，我刚查到拖车厂那边，事故车被送过去后，有人提前半个小时到场，要求把车载设备拆下来。谁？登记的是锦江集团行政部的人，名字叫许昕。有登记照片吗？有，但照片模糊，我正在让人修。发给我。另外，我们晚了一步，家里的监控被人动了手脚。不要只看主系统，找找有没有本地缓存或者云端临时备份。删监控的人不一定删干净了。知道了。有没有备份？有一个本地储存盘，但平时不用，可能还没覆盖。那是立刻取出来。这个我带走。太太，要不要报警？现在报警只会打草惊蛇，在我弄清楚是谁之前，谁都不要声张。不敢。保证不说，太太放心。报警这个事儿，我亲自来。陆太太送的东西，我当然天天带。周总监，苏总，现在半小时后，将大过度管理由代公司印显和董事长电子签账。知道了。苏总，您现在在哪儿？在家。今天陈伟平已让行政准备印签箱，有可能在会议上打开。拖住！我到之前谁也不准开箱。太太，去锦江中心。太太，跟踪的人可能还在外面。那就让他跟，我倒要看看，他要把我的行踪报给谁。各位，陆总突遭意外，我们都很痛心，但公司不能停，星环项目不能停。话是这么说，但她毕竟是陆太太，我比任何人都尊重嫂子，所以我提议不是剥夺她的权利，而是成立过渡管理委员会，帮她分担压力。行政这边已准备好印证和电子签章，只要董事会通过，今天就能恢复所有紧急审批。没有苏总本人授权，任何人不得启用董事长签章。周总监，你是法务，不是董事会，我是集团法务总监。提醒各位，违法风险是我的职责。你今天的话似乎格外多。谁说我不到场？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医院那边……医院有医生。
公司这里有人趁我不在想开箱。苏总，您误会了，我们只是为了紧急审批。什么审批？星环海外合作款项，还有一些项目授权文件。有合同吗？还是又要先付款后补合同？嫂子，商业节奏不是过家家，有些合作窗口一旦错过，公司损失无法估量。陈总说的对，所以今天这场会议，我们就谈损失。小梦，苏总，您要的资料。盛启咨询实际控制人许元文与许昕关系，堂兄妹。苏莹莹，你什么意思？昨天晚上8点47分，盛启咨询申请付款480万，合同未归档，服务内容不明确，对接人是你，实际控制人是你堂兄。许昕，这叫紧急审批还是利益输送？我不知道实际控制人是他，我只是按陈总安排走流程。按陈总安排。嫂子，盛启是项目组出筛的供应商，不是我个人指定。那就请项目组提供出筛记录。项目组现在忙于星环推进，不必为了这种小事。480万，陈总管这个叫小事儿。根据公司内控制度，该笔款项需要立即冻结，并启动内部调查。这确实要查，苏总处理的没错。各位别忘了，今天会议的主题不是盛启，而是紧张接下来谁来稳定局面。陈总真是辛苦，程泽还在 ICU， 你已经替自己把职位都想好了。嫂子，说话要有分寸。在我到场前，你们要开董事长印证箱的时候，有分寸吗？印证箱一直由行政保管，符合流程。现在不符合了。小梦，今天上午10点起，集团所有印进、电子印章 Ukey 全部进入双签风控，行政部手中旧授权即刻失效，任何未经我和周总理共同确认的监章文件一律无效。他早有准备，看来不是指挥库。从现在开始，星环项目所有海外付款暂停72小时。72小时会造成巨大损失，损失由谁造成，查完就知道。另外，许昕暂时停职，配合法务调查。你凭什么停我的职？第一，凭我是陆承泽的妻子，是整个公司除了陆承泽以外的最大股东。第二，凭我现在是锦江集团董事长职权代行人。第三，凭你碰了不该碰的钱。嫂子，你这样做是把公司推向内斗，是吗？难道不是有人趁承泽昏迷，想偷他的公司，转他的专利？今天会议到此为止。周总监，许昕的所有权限立即冻结。是。小孟，会议纪要发给所有董事。明白。赵丽，盛启那笔款继续冻结。是，苏总。嫂子，茶太多对你没好处。陈静言，我怕你撑不住。那你最好祈祷我永远撑不住，否则我第一个查你。苏总，今天您已经压住他们了，但陈静言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我知道，一切小心，监控的事我去查吧。我已经交代给另外的人去做了。今天你已经明显站我这边，以后只怕会给你带来麻烦。他如果心虚就会动，你记住，一切以自身安全为主，必要时刻把我卖了自保也没事。苏总，您放心，他们不敢动我老头子的。苏总，没事。恢复出来了。恢复了一部分，你家监控主系统被删得很干净，但缓存盘里残留了几帧。发我。脸部看清，但我放大了手部。雨柔，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姐妹，那你以后不许重色轻友。苏小姐，你认识这个手链吗？不会的，不可能，雨柔，你最好不是。太太，是刚才的人。跟上。好的，太太，您坐稳了，别跟丢。
太太跟丢了。算了，没事儿，他们一定还会找上门的。太太，您需要休息。回医院，程泽还在等我。这就是线索，通往真相的血线。太太，要不要我陪您上去？不用，你留在车里检查一下车底和四周。太太，您是怕……今天开始，我们不能只怕，我们要确认。明白。程泽，以前你总说我心软，现在我知道了，心软可以，但不能没有防备。陆太太，您来了。今天程泽情况怎么样？生命体征稳定，颅压监测没有明显恶化。白天做过一次护理，唇部干裂也处理过了。唇部护理？是的，下午有人送来一支润唇膏，说是您交代的。我上午送来的是医用无香味保湿唇膏。可是下午那支是樱桃味的，陆太太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樱桃，红绳樱桃银坠，方雨柔。那支润唇膏在哪里？应该还在护理车上。下午送来的就是这支，对方说陆先生嘴唇干裂严重，您特意让换这个，说味道他会喜欢。莹莹，万一哪天我不在，你敢！不许说了，罚你今天早点回家陪我。送东西的人是谁？一个年轻女人，戴口罩帽子，穿米白色风衣。她说自己是陆派人的朋友，姓方。不过她没有进 ICU， 把东西交给了白班护士。白班那边以为您交代过，就按护理流程用了。今天下午所有护理记录、访客登记、监控我都要看。陆太太，医院监控需要保卫科审批。我丈夫现在躺在 ICU， 有人冒充我的名义给他送了来历不明的东西。如果你们继续按普通流程拖，我现在就报警，并且要求封存整层 ICU 所有护理记录。我要求查看所有记录。陆太太，您先别急，东西我们马上封存，护理记录可以先给您看，监控我去联系护士长和保卫科。谢谢。另外，从现在开始，陆承泽所有入口物品必须由我本人确认，任何人，包括我的朋友、律师、公司高管都不能带送。明白，我马上在系统里备注。老公，对不起，我差一点又没护住你。他们现在开始往医院伸手了，我知道你听不见，但我还是要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谁碰你一下，我绝不会放过他。你是不是听见了？没关系，你慢慢醒，剩下的我来。陆先生生命体征稳定，但恢复期不确定。接下来重点是防感染、防二次损伤、监测意识反应。如果有人接触他的唇部护理用品，会不会造成风险？理论上会。ICU 病人免疫力弱，非木菌物品都有感染风险，含刺激成分甚至可能引起局部炎症。如果有人想让他情况恶化，陆太太，您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李医生，我需要知道所有可能。药物、感染源、呼吸管束、静脉通道、护理用品等都有可能感染，但医院有严格流程，外人难接触核心用药。真想动手脚，往往利用家属信任、护士交接、非处方护理品这些灰区。建议您申请固定护理团队，减少交接人员，所有外来用品由家属签字确认。费用不是问题，我要最严格的方案。我会帮您和护士长沟通。李医生，承泽有任何微小反应，心率变动、手指动作、瞳孔变化，请第一时间通知我，不管几点。明白。陆太太，您照顾者先倒下，对他没有好处。我知道，但我现在还不能倒。等我把想害他的人找出来，我会好好睡一觉。陆太太，访客登记找到了，下午送唇膏的人签的是您的名字。
连我的字都模仿。方雨柔，你到底准备了多久？原件封存，不要让任何人拿走。好。莹莹，我听说你还在医院，就过来看看你。今天没有红绳手链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知道我在医院？我问了护士站，你电话一直不接，我担心你。担心我，还是担心陈泽？莹莹，你怎么这么问？我给你买了胃药和维生素，你这几天肯定没好好吃东西。雨柔，你还记得大学毕业那天吗？我送过你一条红绳手链，中间有一颗小樱桃。当然记得，你说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姐妹。那条手链呢？好多年前的东西了，可能收起来了吧。不是一直戴着吗？莹莹，你到底想问什么？今天我拿到陆家监控恢复片段了，虽然脸不清楚，但手链拍得很清楚。莹莹，你是不是觉得那个人是我？我希望不是。你希望不是，却已经认定了什么？我认定的是证据，不是感情。我们10几年的感情，就抵不过一张模糊截图。今天有人冒充我的名字，给程泽送了一支樱桃味润唇膏。雨柔，你说巧不巧？我不知道这件事。我还没说那个人姓方。莹莹，你现在太累了，你把所有人都当敌人，你会把自己逼疯的。我宁愿疯，也不会再让别人碰程泽。你一定要这样对我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。雨柔，如果你现在告诉我真相，我还会听。真相就是你不该查下去，不该查。陆承德差点死在手术台上，你说不该查。雨柔，你承认了。我恨这个号码，更恨自己必须拨出去。我早说过，不要动陆承泽的医院。苏茵茵不是傻子，他会疯了一样查。他查得越快，死得越快。你答应过我，不会伤他。你现在还有资格谈条件？我只是答应帮你把文件签下来，我没答应你害陆承泽，更没答应你动茵茵。方雨柔，别忘了你父亲的案子还在我手里，你想让他后半辈子死在牢里吗？明天之前把苏茵茵手里的硬盘拿回来，否则你知道后果。苏茵茵，如果有一天你知道真相，你会原谅我吗？不会的，连我自己都不会原谅自己。所以你真的被人拿住了把柄。雨柔，你到底欠了他们什么？威胁短信来源查到初步定位，发送地点市医院附近基站，时间段内可疑设备曾连接医院内部访客 WiFi。设备登记名方雨柔，但我查到一个异常，这个设备在发送短信时，方雨柔本人正在 ICU 楼层，也就是说，有人拿着她的设备
或者复制了他的身份。不止一个人，有人在推着他，也有人在借他的名字。橙子，医生，他动了，他刚刚动了。苏小姐，小心，你身边可能不止一个内鬼。李医生，他是不是醒了？陆太太，陆先生刚才确实出现了自主反应，心率也有短暂变动，但是目前还不能判断为清醒，有可能是神经反射，也有可能是意识恢复前的早期信号。早期信号？是，他的脑部损伤比较复杂，恢复过程不会很快，但刚才的反应至少说明他的神经系统还有回应外界刺激的可能。那我能做什么？可以尝试熟悉声音刺激、触觉刺激、记忆刺激，比如亲人的声音、他熟悉的物品、你们之间重要的记忆，但每次时间不要太长，不能让他过度受刺激。陆太太，你可以进去几分钟，但记住不要太激动，也不要频繁刺激他。这条围巾能不能隔着无菌袋带进去一小会儿？这是他的，他熟悉这个味道。可以，但不要直接接触创口和管路。老公，我来了。程泽，李医生说你可能听得见，如果你真的听到了，就动一下手指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我等你好起来，你不要着急。我知道车祸不是意外了，我查到了，行出了行车记录仪丢失，刹车报告被压，陆家的监控也被删了。你是不是知道是谁？老公，你别急，我问你答，是就动一下，不是就不要动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知道了。车祸前，你接到过方雨柔的电话，她害你了吗？方雨柔不是直接害你的人。方雨柔知道真相。雨柔，你到底在瞒什么？你是帮凶，还是有苦衷？他已经怀疑我了，硬抢只会暴露。那就让他主动交出来。别忘了你父亲的案子。陆家有他们的人，是家里的人。何叔、吴婶儿、安保小刘、老林，
程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查备用卡，你好好休息。老公，接下来我会像以前你保护我那样保护你。不要再动怒程泽。你没有资格命令我。莹莹，对不起。查陆家书房保险柜开锁记录、备用卡使用记录，还有车祸当天能进入书房的人。明白。另外，硬盘现在还在你手里。在。那东西目前对你来说很危险，对方既然威胁你，就一定会想办法拿走。陆太太，这是林姨，周总监那边联系的专业陪护。陆太太，林姨，从今晚开始，陆承泽这边所有外来物品都要我确认，任何人说是我朋友、我亲戚、我公司的人都不算。明白。辛苦。硬盘我今晚不带走，医院这边我暂时走不开，我会把它放到1楼储物柜，明早你过来取。哪个储物柜？ B 区3排17号，密码我一会儿发你。果然有人在听。陆太太，李医生，我想请您帮我保管这个，不要登记，不要交给护士站，也不要告诉任何人。这是能证明我老公车祸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简单的证据，也可能是他们今晚想抢的东西。这里有双重密码，只有我和主任知道。今晚主任不在。谢谢。假的？有人想要，我就给他们一个能拿走的。陆太太，这很危险。我知道，可一直躲着，更危险。糟了，医院这一路监控被切了。苏小姐，别追，这可能是套。他们真正要的不是硬盘，是承泽。陆先生的护理用品要家属确认，护士长让我送进去的。那就让护士长来。耽误病人护理，你负责。我负责拦你。林一，抓住他！人出现了，别动，让他走，看他交给谁。能看清脸吗？帽檐太低，身高1.75米，男性，左脚轻微外八。陆太太，怎么了？刚才那个人是谁？不是我们科的人。查一下这张门禁卡是怎么回事。收到。查到了，是谁？这张卡原主人是许昕，不过他3个月前已经报失。报失人是谁？司机林海，也就是你身边的老林。太太，我给您买了点粥，您多少吃一点。承泽出事那天，你在哪里？
老林，你不打算回答我吗？太太，不要想太久，想太久，像编好的谎言。我那天早上确实在车库，7点20左右，陆总让我去车里拿一个蓝色文件袋。程泽让你去的。我问过你，程泽出门前你在不在家？你说你在。我问你他为什么自己开车，你说你不知道。现在你告诉我，你7点20在他车旁边，你觉得我应该信你吗？太太，我不是害陆总的人。证据。你说程泽让你去车里拿文件，证据。老林，7点20去车里取蓝色文件袋，送到书房抽屉，不要惊动英英。为什么不要惊动我？太太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陆总这段时间有些事儿不让我问，他说太太胆子小，知道太多会怕。他说如果有一天他出事，让我先护着您。蓝色文件袋呢？我没拿到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进车库的时候，陆总的车门是虚掩的，车里没有蓝色文件袋，我以为陆总临时拿走了，就没多想。然后呢？然后我看见一个人。谁？一个穿米白色风衣的人，从车库通往书房那边的门出去，戴着帽子，低着头，看不清脸。我当时以为是方律师。你为什么以为是方雨柔？身形像。你看清楚了？没有，只是看到一眼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陆总以前交代过我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方律师的事儿先不要告诉你。程泽亲口说的。程泽早就知道雨柔有问题，但他不让我知道，为什么？说。苏小姐，那张车库照片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照片被裁过，我刚做了初步还原。老林旁边原本还有一个人影，对方把那个人裁掉了，只留下老林。还有，那张锦江行政临时通行卡，原主人确实是许昕，但3个月前报失流程里，林还只是代办人，真正提交报失申请的人是陆承泽本人。苏小姐，现在有人明显想把他推出来当靶子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用开车了，你留在医院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离开 ICU 这一层。是。陆太太，今晚这事儿确实不对，我们医院护工都有备案，那个人肯定不是我们这边的。查凌晨2点半到3点半，1楼储物柜区后勤通道 ICU 楼层安全楼梯。好。停。查这里。没错，河头甲硬盘的人体态高度相似，很大概率同一个人。看看他去哪儿了。后门那路监控也断了。不止一个人。陆太太，您是说医院内部有人配合？这里，倒回去，暂停。雨柔，你在看他们，还是在帮他们？苏小姐，反光里这个女人，她可能不是来偷硬盘的，她更像是在监视偷硬盘的人。你也觉得她不是一伙的？至少不是完全同一目标。如果她是执行者，不会站在那么容易被反光拍到的位置。她像是在留痕。真相就是，你不该查下去。陆太太 ，ICU 那边刚刚查护理系统，有一条排班修改记录。谁改的？是护士长办公室的公用账号，但是护士长今晚根本没值班，而且急诊那边也没叫人，所以有人故意把护士从 ICU 门口调走。这已经不是普通闹事了，陆太太，报警吧。收集好证据，我要一锅端。
我不放心。你们一开始说只是逼苏莹莹签字，只是拿到星环海外授权。我从来没答应过杀人，我可以帮你们拖住他，但你们不能再碰陆承泽，也不能碰英英。我父亲已经坐了3年牢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雨柔，爸没做过，爸只是签了他们让我签的文件。爸以为那只是公司内部调账。硬盘不在苏莹莹手里，她比你们想的聪明。储物柜里那个是假的，因为我了解她，她不会把陆承泽的命赌在一个储物柜里。你敢！苏莹莹，这一次你一定要看懂。监控里的人与方雨柔身形高度重合，但他不像是在偷硬盘，而是在拍证据。另外，我还查到方雨柔父亲方启山3年前因锦江国外账目案入狱，当年负责内部审查的人是陈静婷。陈静婷，所以这就是你的把柄吗，雨柔？你让我来这里，是想说什么？苏莹莹，如果我说我没有想害承泽，你信吗？我现在只信证据。你变了，是你们逼的。车祸那天，承泽给我打过电话，我知道，11秒的通话时间。他说别让莹莹签，他说查备用卡。然后呢？然后电话断了，我再打过去，他没接。我去了陆家。你进了书房。承泽以前给过我临时密码，他让我帮他整理过一批海外授权文件。我去书房是想查备用卡。你删了监控？不是我到的时候，西西已经有人登录过。我只是想导出日志，但那时候有人上楼，我来不及，只拷走了一部分缓存。后来监控缺失，所有人都以为是我。那红绳手链呢？那是我故意戴的。茵茵，你送我的东西，我没有弄丢。那天我知道自己会被拍到，我怕你什么都查不到，所以我带着它。润唇膏呢？冒充我签名的人也是你吗？不是我，但他们用了我的名字，也用了我的设备身份。他们是谁？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都会算在你父亲头上。雨柔，方玉柔给了我一张卡。不要用医院设备打开，也别插进手机，找离线电脑或我来处理。他愿意给你这个，说明他开始反抗了，但他也会很危险。别信。别信，别信什么？苏小姐，怎么了？他们找到他了。别冲动，拍照，记车牌。查这辆车的出入记录，查方雨柔父亲的案子，我要他平安。
明白。雨柔，这一次换我拉你出来。车牌查到了，登记公司盛启咨询，实际使用人是何叔。你确定是何叔？车辆备案是何管家名字，签字、身份证、授权材料都有，但登记时间不是最近，是3年前。还有，那辆车多次出入陆家老宅附近，但从没出现在现在的别墅登记系统里。程泽，你早就知道何叔和盛启有关系，对吗？陆家旧事，你一直没清。李医生那边的硬盘暂时不能动，不能打草惊蛇。程泽，我去问问何叔，等我回来。太太。何叔，你在等我？是。盛启咨询那辆车为什么登记在你名下？太太，您终于查到这里了。你承认？是的，我承认。你是陆家老人，程泽信你，我也信你。车祸后是你告诉我查监控，说备用卡在书房保险柜。可现在，盛启的车在你名下，你让我怎么信你？太太，陆总交代过，如果有一天您亲自查到盛启和我的关系，我才能把一样东西交给你。陆总留下的钥匙，在陆家老宅。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？陆总说，太太若只因怀疑来问，不能给，只有等您查到盛启，那时这把钥匙才有意义。太太，老宅里有陆总留给您的东西，但我提醒您一句，陆家从来不止陆总一个人的陆家。有些秘密，陆总没告诉您，不是不信你，是想护着你。他没料到自己会出事，护着我，所以让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何叔，从现在起，你不能离开陆家，直到我确认你说的是实话。是，太太。少夫人，开门，陈伯。书房多年没动过，陆总车祸前1周回来过。他来做什么？只说取旧东西，没让人跟着。我这边有点收获，旧手机还有张照片，4个人，有1个被撕掉了，被撕掉，只剩1只手，戴着玉戒。拍给我，后面我会确认和调查。星环最初不属于锦江，那属于谁？如果我没回家，英英，我的小哭包，当你在这里听到我声音的时候，老公肯定已经出事了。先给你请个假，老公暂时没有办法陪着你了，先答应我，不要害怕。你个王八蛋！等你醒过来，看我怎么惩罚你！谁批准你请假了？我不允许！不要急着相信任何人，也不要急着恨方雨柔，她不是敌人。另外，宝贝，接下来仔细听老公说，3年前方启山替人背了锅，那笔海外黑账真正流向了盛启，盛启背后的人不止陈静婷。如果我出事，先查方启山，查清他为什么入狱，也许能救方雨柔，也能救锦江。还有，我亲爱的老婆，如果你撑不住，就不要硬撑。我不让你牵扯进这些事情，就是想你这一辈子幸福快乐，无忧无虑。陆太太，走到这里，你比你自己想的要勇敢。苏总，不好了，
陈总召集董事，说您私自冻结项目资金，停掉海外付款，已经严重影响集团运营。他们要启动临时表决，暂停您的代行权限。会议什么时候？半个小时后。接视频会议。您现在在哪儿？在陆家老宅。苏总，锦江中心会议室已接入。好。嫂子，您总算接进来了，大家都很担心您。是担心我没来得及被你们表决出去。嫂子，您误会了，我们只是基于公司经营稳定考虑。苏总，新环海付款停了快2天，合作方已经发函催促，如果继续拖，公司损失很大。损失有多大？具体金额、违约条款、合同编号，现在报给我。嫂子，董事不是项目执行人员，不可能记得那么细。那就让项目执行人员说。小孟，各位看清楚，我暂停的不是新环项目，是未经合同归档、收款方不明且存在关联交易嫌疑的付款。如果今天有人坚持要恢复付款，也可以，请在会议绩效里签字确认。将来这几笔钱涉及利益输送，签字人共同承担法律责任。法务部会保留全部追责权利。嫂子，你现在把所有事都往阴谋上想，这对公司没有好处。陈总，你急着恢复盛启相关付款，是为了公司，还是为了谁？嫂子，说话要有证据。会有的。今天表决暂停，72小时内，所有董事会收到一份专项内检报告，到时候各位再决定要不要暂停我的代事权限。72小时可以接受，先看报告吧。许昕，你最好想清楚，陈总保不保得住你。盛启，蓝星实验室，陈，我看到了，这份文件很关键。星环最初可能不是锦江完整持有，而是通过一轮复杂转让才进入集团。第3个签字人是不是陈敬亭？现在不能确定，但如果真是他，就说明他3年前就参与了星环全主转让。方启山入狱，可能正好掩盖了这部分交易。SQ 盛启的英文缩写，但这个海外账户我之前查过，背后还有一层壳。查穿他需要时间，我给你72小时。苏小姐，你现在越来越像陆总了。我不像他，我只是不能输。盯住他，不要靠太近。明白。在哪儿？雨柔，你在求救？不是在给我指路。苏总，陈敬爷还是要重新召集核心董事。他说您拿不出完整证据，就是恶意拖延。秦先生，你去疗养院，不要硬闯，先确认他是否安全。那你呢？我去公司。表哥，盛启的资料是不是没处理干净？你现在问我，不是你说陈总会兜底吗？陈总今天一句都没替我说。苏莹已经查到关联交易了。那480万不是你签的吗？要查也先查你。你什么意思？许昕，我们是亲戚没错，但文件都是你经手的，真出事儿你别拉我下水。你们一个个都想让我背锅。秦哥，里面有人，2楼西侧窗户刚才动了一下。拍到没有？是方雨柔。冲进去？不，太安静了。什么意思？他们等的不是我们，
他们等苏莹莹。但这是个局。他活着吗？确认安全后再动。如果必须救人，先救他，不要管我。苏小姐，你知道你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，他曾经救过我很多次，这一次轮到我。明白。如果因为他个人怀疑导致星环合作破裂，谁来承担责任？陈总，您所谓紧急审批仍然没有完整合同。周总监，法务可以提醒风险，但不能替董事会做商业判断。各位董事，苏小姐情绪可以理解，但公司不是家庭情绪的延伸。陈总说的对，董事会当然要做商业判断，所以请各位判断前先看一份3年前的旧文件。3年前，星环核心技术并非完全属于锦江，其中初代专利权益涉及蓝星实验室、方启山经手的海外账户以及盛启。盛启，又是盛启。对，所以我暂停盛启相关付款，不是任性，是风险控制。嫂子，3年前旧文件和现在项目付款没有直接关系。有没有关系？查完就知道。你现在没有完整证据，所以我申请72小时专项审期。这范围太大了，越大越能证明清白。陈总如果问心无屈，应该第一个支持。许昕呢？他说身体不舒服，请假了。许昕已停职，他在不在不影响会议。当然，我支持专项审计，并建议在审计期间继续冻结盛启相关付款。72小时可以，如果72小时后苏总拿不出明确证据，我们再表决代行权限。可以。陈总，72小时很短，你要藏东西得快一点。秦哥，右边有人。苏莹莹让我确认你安全。他没来。他知道这是局。终于不是以前那个只会往坑里跳的小傻子了。你还能走吗？能。秦先生，我有话必须告诉你。如果我出不去，你帮我转告英英，我爸方启山是锦江海外账务负责人。星环那时候还没完全并入锦江，有几份海外授权文件需要他签字确认资金流向，他以为只是内部调账。玉柔，爸不是贪钱，爸只是信错了人。后来那几笔钱出了问题，所有责任都压到他头上。陈敬亭找到我，说只要我帮他盯着英英，等星环转让完成，他会帮我爸减刑。我一开始以为只是商业斗争，直到程泽出车祸，我才知道他们根本不只是要项目。他们是谁？秦哥，又来人了。他怎么会来？边走边说。站那儿别动。这位兄弟，我不是来抓他的。那你来干什么？受陆总之托，今天我来送方小姐离开。陆承泽安排的。是。他什么时候安排的？车祸前3天。陆总说，如果方小姐被他们带走，说明太太已经查到盛启，到那时
方小姐必须活着，因为你活着，太太才不会输。他明明知道我骗过英英。方小姐，我希望你明白陆总这样安排的用意。不对，我不相信你。你先说清楚，盛启车为什么登记在你名下？陆总安排的钓鱼车，所有痕迹都被反过来栽到我身上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因为陆总让我瞒着太太。你们男人都这样，这样对他不公平。所以陆总现在躺在那里，证明我们都错了。各位祖宗，别聊天了，有人来了，快撤退！何叔，交给太太，别信旧手机里最后一个文件。走！不要！方雨柔已救出，何叔突然出现在现场遇袭，情况不太乐观。何叔交代，不要相信旧手机里最后一个文件，我们正在撤离。何叔说别信最后一个文件，可我还没听到他亲口说结婚纪念日密码错误，领证日密码错误，承泽生日密码错误。陆承泽不会设置这么简单的提示，他也不会让我因为猜错而被锁死，除非提示本身就是假的。这部手机被人动过，至少最后一个文件被人动过。盯住他，不要拦。明白。承泽，有人在你留下的路上加了陷阱。不好！这帮人真不要命！你们等着，我去开车。他们不是来抓人，是来灭口。何叔，走！你受伤了。放心，我这一把老骨头死不了。方小姐，他是为了救我受伤的，我不能丢下他。方小姐，陆总没看错你。他最好早点醒。上车！皮包里有陆总留的第2份保险，交给太太，不要交给任何别人。我知道。你刚刚说不要相信手机里的文件，谁改的？是知道老宅保险箱的人。何叔，徐总，你现在已经停职了，按规定不能调旧档。陈总让我来的，陈总也得走流程。冯姐不让拿。那就让他签拒绝配合说明，告诉他耽误董事会调查，他负责。陈总，苏莹已经查到盛启了，如果这些文件出问题，我怎么办？许昕，你只是按流程办事，不要想太多。当初你也是这么跟我说的。你现在什么意思？冯姐，帮我复印一份调档记录，所有我今天拿走的文件，留一份目录。苏总。许昕有动摇迹象，他让档案室留调档目录。徐总，听姐一句劝，职场上替人办事可以，替人坐牢不值当。送外科处理，先止血，血压多少？96、58。人没事就好。对不起。你先缓缓。其他慢慢说。何叔给的，他说旧手机最后一个文件有问题，是知道老宅保险箱的人。你听清楚了？何叔不能出事。我尽力。莹莹，若旧手机名单出现，先看此件。莹莹，如果你已经看到最终名单，不要立刻相信，真正的名单需要真正的纪念日打开。真正的纪念日，结婚纪念日、领证日、生日，都试过了。陆承泽这种人，连密码都要绕弯子。
苏莹莹，以后你要是没有地方去，就来找我，你这算安慰吗？算承诺。兰江大桥，什么？密码通过。李医生，李医生，李怀仁就是李医生。名单真假混在一起，目的是让我怀疑所有人。可是李医生为什么会在上面？他不是一直在帮你吗？硬盘也在他那里。硬盘？李医生在哪儿？刚才护士说李医生被主任叫走了。你去他办公室帮我找一个东西，在他柜子最下面有个隐秘的位置。我马上去。李医生的办公室非常凌乱，并且他的所有抽屉开了，没有东西。李医生真有问题。等等，如果名单被动过，李医生可能不是内鬼，那他就是出事了。想要证据就一个人来，今晚8点，兰江大桥。他们知道兰江大桥对你意味着什么？这是心理施压。不是，这是挑衅成泽。这个事情已经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了，我们必须报警。秦先生，麻烦你替我去报警，但报警这件事不能由我出面。我的手机、车，甚至医院门口可能都有人盯着。报警没问题，可是苏小姐，你不能一个人去。你走另外一条线，把我们手里的证据交给警方。现在是李医生，那下一个人会是谁？他们的目标是我，我必须走这一趟。不要再犹豫了，分头行动。苏小姐，请你一定要以自己的安全为主。ICU 里面还有人在等你。他们想让我一个人去，那我就让他们以为我是一个人去。有人还在等我，我肯定要回来。承泽，我要去兰江大桥，那里是他们选的，但不是他们说了算，我不会有事的，你放心。陆太太，病房这边我守着，如果有人调你走不去，如果我电话打不通，就打秦调查员，记住了。你也守在这里。我可以跟您去。不用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让我相信你。是。我和你一起去。不行，他们也冲我来的，所以你更不能去。莹莹，我不想躲在你后面。那就别躲，但也别莽。你去找秦调查员，你了解他们的威胁方式，帮我判断他们会怎么设局。这一次，为了我们的家人，我们必须一起赢，不是一起送死。所以你听话。好。我会一直在。这次换我在。东西带来了吗？我要先确认他平安。陆太太，别给。苏小姐，你不会以为我们分不清真假吧？那你们可以试。莹莹，不要查了，把东西给他们。听见了吗？陆承泽都让你别查了。假的。什么？陈泽从来不会叫我茵茵的时候用这种语气，你们连他的声音都要伪造，说明你们真的怕我查下去。王小姐，别提前暴露。他们认识我，我能拖住他们。告诉 C， 我不玩了。雨柔，你们拿我爸威胁我3年，够了。方小姐，你爸还在我们手里。那你们就冲我来，别再碰他。莹莹，是我犯的错，得我来结束。你敢报警？方小姐，你爸今天晚上会知道你有多孝顺。你敢动他，我让你们所有人陪葬。那就看你明天董事会还能不能站着说这句话。撤！李医生，你怎么样？可恶！你们跑不远的。李医生，对不起，拖累你了。
我办公室被闯之前，我发现不对，把真的硬盘藏进了陆先生病历夹。糟了，医院，我就说为什么敢明目张胆在大桥上动手，调虎离山。茵茵，冷静。什么？急诊那边缺人，可是 ICU 这边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值班。谁让你去？系统通知临时调派一名护士去急诊。不去。陆太太交代过，任何调动先确认。林姨，太太让我来取陆总一份病历资料。陆太太亲口说的。老林，取承泽病历夹交给秦调查员。我打电话确认。林姨，急诊电话一直催。林姨，我知道您不信我，但太太现在在桥上，李医生也出事了。如果这份病历真是秦先生要的，我们耽误1分钟，太太那边就多一分危险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好。这是什么？老林，你不要做对不起太太的事情。来不及了。拦住他！也许老林不是背叛你，我现在不判断，我只追回东西。陆太太，对不起，他拿走了病历夹里的硬盘，老林拿走了。他给你看了什么？是用你的号码发送的短信，不是我发的。他们复制了你的号码，或者用伪基带。承泽，硬盘被老林拿走了。但我不信他只是为了背叛。秦先生，查医院所有出口监控。雨柔，帮我想想 C 会让他去哪儿。林怡，继续守住承泽，谁再调你走，就当他是内贼。是。想拿回硬盘，明天上午10点，锦江董事会，让出代执权。他没有硬盘逼你交权，那就开董事会。你要去？当然去。他们想在董事会杀我，那我就在那里反杀。你去提交报警材料。绑架、非法囚禁、故意伤害、商业敲诈，全部进行立案。好，但是他们不会提前露面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会拖住陈静婷，让她把该说的说出来。她不会轻易说，所以需要诱饵。他们以为拿到硬盘，今天一定会用它逼你交权，那我就让他们以为我被逼到无路可走。林怡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没拦住老林。他骗过很多人，你只是其中一个。我也还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角色。你还信他？我信承泽看人的眼光。嫂子身体还好吗？昨晚听说您又在医院，又在大桥，闹得不小。陈总消息很灵通。公司董事长夫人的安全，当然是大家关心的事。那李医生被绑架，你也关心吗？我不清楚嫂子说什么。不急，今天有的是时间，让你慢慢清楚。各位董事。苏茵茵女士过去几天冻结付款，干预高管权限，私自调查员工，已严重影响公司运转。陈总，这些我们都知道，关键是您折腾我们来开会，总得有个结果。所以我今天带来一份证据，证明苏女士所谓的调查不是为了公司，而是为了掩盖她掌握证据不报的事实。这是车祸当天？是。而这份视频，苏女士早就拿到了，但她没有交给警方。也没有交给董事会。匿名材料不能作为公司表决依据。周总监，如果匿名材料指向重大风险，我们难道不该查吗？嫂子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司机林海有问题？是不是为了保护陆家颜面，故意隐瞒？各位，陆总昏迷，锦江不能被一个情绪化的太太带着走。我提议立刻暂停苏莹女士代行权限，由董事会临时授权管理委会接管公司。陈总，这是不是太急了？急？星环项目每拖1天，损失以千万计，再让他胡闹下去，锦江会被拖垮。陈总，你说这段视频是匿名材料？对。逆翔人有没有告诉你，视频为什么少了37秒？中间37秒去哪？剪辑证据，
误导董事会。陈总，这性质可不轻。嫂子，你不用转移重点，重点是林海出现在车跑。对，他出现了，但你为什么不敢放完整视频？因为那37秒里出现了另一个人，一个穿米白色风衣、手上戴着玉戒的人。各位董事，我确实早就拿到了完整视频，之所以没公开，是因为我在等。等什么？等那个删视频的人自己跳出来。陈总，你手里的匿名材料是谁给你的？许昕，你来干什么？陈总，你昨天让我封存的3年前新环旧档我带来了。你精神状态不好，先回去休息。我要是不来，今天之后，所有锅就都是我的了吧？许昕，注意措辞，我可以告你诽谤。我注意措辞注意了3年，每一份让我签的流程，每一笔你让我走的付款，我都注意措辞。结果呢？这些档案为什么没进集团系统？因为陈总说，历史遗留材料不适合进正式系统。我从没说过这句话。那这段录音呢？新环旧档不要入系统，走线下封存。流程上真出。陈静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录音可以伪造，许昕为脱责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现在果然这么说，你想清楚，今天每句话都要负法律责任。我知道，我签过违规流程，配合走过盛起付款，我不是无辜的，我会接受法律制裁，但我只是颗棋子。下棋的人也必须接受制裁。继续说。3年前，新环初代专利不是锦江独有，它来自蓝星实验室。方启山负责的不是黑账，是权益交割，资金被转进盛启海外账户，账面责任全推给方启山。谁受益？表面是盛启，实际上，盛启只是壳。壳上面是谁？再说一个字，你弟弟的车就会失控。秦先生，调查并保护许昕家属，马上。是。陈静言，你比我想的更没底线。各位看到了，许昕现在精神状态很不稳定，他的话不能作为依据。已经派人去保护你弟弟了，放心，你先出去吧。你刚才还说他只是停职员工，现在又说他精神不稳定。陈总，你给妻子贴标签的速度很快。嫂子，我理解你想翻盘，但你不能用一个违规员工、一段不明录音、几份旧档案就污蔑公司高管。那加上方启山呢？3年前，我父亲方启山被定为锦江格外黑账负责人，当时所有文件都指向他。但我父亲入狱后，陈静莹找到我，他说只要我帮他盯着苏莹莹，帮他拿到新环海外授权，就会帮我父亲减刑。方小姐，你父亲坐牢，你心有怨恨，我理解，但你也不能空口无凭。我当然有证据。方雨柔，你父亲的案子还能不能翻，就看你听不听话。苏莹莹信你，这是你的价值，别浪费。只要新环海外授权签完，方启山可以减刑，否则他会死在里面。我被你们逼了3年，总要学会留一点命。你们今天准备得很充分，但你们还是没有最关键的东西。你是说硬盘？对，真正能证明陆承泽车祸真相、星环旧案资金流向的硬盘，在谁手里？在林海手里，而林海是苏莹莹的人。苏总，林海现在在哪儿？太太，硬盘在我这里。老林，你在哪儿？太太，对不起，我骗了林姨，拿走病历夹里的硬盘。各位听见了，司机亲口承认硬盘是他拿的。陈
您别急，我话还没说完。我拿走硬盘，不是为了交给你们，是因为医院已经不安全，李医生办公室被翻 ，ICU 排班被人改过，硬盘留在医院只会再害死人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他们抓了我女儿。我女儿在外地读书，车祸当天晚上，我收到她被人跟踪的照片，他们让我按他们说的做，让我在太太面前隐瞒车库的事儿，让我配合他们把硬盘拿出来。一个司机说什么，大家就信什么。我知道你们不会信，所以我只放一段视频。这是谁？陈总，你认识这枚戒指吗？老林，继续。硬盘里还有资金流向文件，方启山不是黑账主谋，盛启也不是最终收款方。那最终收款方是谁？我不知道名字，但知道账户代号。LS Foundation。蓝星基金会。你知道，当初是蓝星实验室的海外工艺科，星环最初的研发机构。让秦先生查蓝星基金会。闹够了吗？一个被胁迫的司机，一段来源不明的视频，一堆来路不明的文件，你们要在董事会上演一场审判。陈总，您这是狗急跳墙吗？苏莹莹，你以为你赢了？陆承泽躺在医院，星峦项目停摆，董事会内斗，警方介入，外界知道这些，锦江股价会怎么样？根据公示章程，涉及董事本人重大嫌疑期间，该董事不得主持相关表决。我建议陈敬亭回避本次表决。合理，陈总确实应该先回避。陈敬亭先生，关于昨晚兰江大桥绑架案，锦江集团相关商业犯罪线索，我们需要你配合调查。苏莹莹，你该不会以为我就是 C 吧？我们已经派人过去了，苏小姐，你不能亲自去。老林手里有硬盘，也可能有埋伏。我去。他们抓老林不一定是为了硬盘，也可能是灭口。我知道他们常用的藏人地点和联系人。不要硬闯，找到人先保命。我知道。苏总，董事会现在怎么办？会议继续。第一项，暂停陈敬亭在锦江集团的一切管理权限。第二项，成立星环旧案专项调查组。第三项，冻结盛启及其关联方所有未付款项。第四项，由法务部配合警方调取现年内全部海外资金流。现在表决。很好，通过。伤口没伤到要害，但失血不少，需要静养。太太，何叔，太太，陈金妍被警方带走，但他说他不是 C。何叔，遇劫之人是谁？承泽已经躺在那里了，方玉柔父亲坐了3年牢。老林现在生死不明，何叔，你还要替谁瞒？沈彦成，蓝星实验室创始人之一，也是陆先生父亲陆远山先生当年的合伙人。沈先生不是很多年前就出国了吗？他从来没有真正离开。蓝星基金会、盛启咨询、海外信托背后都有他的影子。星环最初不属于锦江，是因为它属于蓝星实验室。准确地说，星环最初属于陆远方和沈彦成共同成立的蓝星，后来陆远方想把星环并入锦江公开上市，沈彦成不同意，他们闹翻了。方启山呢？方启山只是负责交割的财务负责人，他发现资金流向不对，想停止签字，但已经晚了，所以他被推出来顶罪。是。沈彦成就是 C。我不
知道，但陆总怀疑过 ，C 不是一个人 ，C 更像一个代号，谁掌控旧案，谁就是 C。王警官，苏小姐，刚刚收到消息，陈静英在去警局路上被律师保释介入，她暂时不能离境，但人已经离开警局。还有沈彦成这个人，我们查了，他3年前在海外登记死亡，可就在今天上午，蓝星基金会有一笔新指令发出，签名人就是沈彦成。信号最后一次出现在3号舱。3年前，陈静婷让我见 C 的人就是这里。那时我没见到 C， 只见到一个带变声器的人。他说如果我不听话，我爸会死。你还能进去吗？能。硬盘密码。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还敢偷？谁说我是偷？我是送你们上路。有警察！方小姐，后退！方小姐，给太太。我才不帮你，你自己给的。你从医院跑是为了引他们？不全是，他们抓了我女儿，我没得选。那女儿呢？她还在他们手里。莹莹，硬盘拿回来了，老林也救出来了。可是老林他女儿还在他们手里。老林女儿林小满，21岁，外地大学生，3天前失联，学校以为她请假，老林以为她在学校，对方利用信息差控制她。难怪他昨晚那个眼神。秦先生，救人优先，硬盘交警方备份，不要只留一份，老林也保护起来。明白。茵茵，我想去找林小满。不行。我知道你要说危险，但他们以前用我爸威胁我，我知道被威胁的人会留下什么痕迹，我也知道他们喜欢藏人在哪种地方。现在不能盲找，林小满失联3天，学校、车站、酒店都要查，没有定位，贸然找只会打草惊蛇。那就什么都不做吗？不是，警方先排查他最后出现的位置，但你现在还有另一件事要做。什么？方启山。沈彦成。老林说硬盘有旧案线索，但加密区打不开，老林不肯说，不是因为背叛，是因为林小满还在他们手里。所以现在2条线：第一，警方查林小满位置；第二，你去见方启山。3年前姓黄交割，沈彦成遇界，陆远山，他可能知道。雨柔，你想救林小满，现在最不能做的就是乱。他可能知道。好，我去见我爸。秦先生，你陪他去。林小满那边一有消息立刻通知我。明白。陈泽，硬盘回来了，但真正的门还没有打开。雨柔，你脸怎么了？爸，我没事。你又为了我的事求人了？爸，这次不是求人，这次是翻案。爸，3年前新环交割你到底签了什么？沈彦成，你认识吗？他不是死了吗？没有，爸，警方已经介入，你不能再替他们瞒。3年前我确实见过他，就在我出事前一天，他让我签最后一份资金确认。你签了吗？我发现收款方不是蓝星实验室，而是一个海外信托，我拒绝签。第2天，所有黑账就压到我头上，他们说签字页上有我的笔记，可我从没签那一页。那天沈彦成手上戴着一枚玉戒。爸，还有谁在场？爸，陆远山。但陆远山当时状态不对，他像是病得很重。
他说了一句话。什么？爸，你想说什么？会见立即暂停，禁止任何交流。陆家，方小姐，先走，监狱通讯系统被人干扰了。陆家。硬盘已做2份镜像，1份封存，1份现场读取，全程录像。开始吧。陆远山病历，怎么了？程泽的父亲，陆家一直说他是病死。签名存在明显摹写痕迹，报告未提交法庭，被押。他们早就知道我爸可能是冤的。这份报告够翻案吗？重要新证据，足够启动复查申请。继续看。继续。资金经盛启咨询中转，最终流入蓝星基金会。陆总的父亲，这就麻烦了。方启山不肯签，交割过不了。不能再拖，他不签就让他签过。如果方启山翻供，他没有机会。他女儿在锦江实习吧？不要动孩子，远山，你都快死了，心还这么软。陆远山不是完全无辜，但他也不是主谋。那沈岩成呢？他到底死没死？瞳孔有反应，意识波动加强。程泽，程泽，是我是莹莹。你想说什么？硬盘拿回来了，我们拿回来了。沈彦成，你是说沈彦成？不是沈彦成。那是谁？陆太太，她不能再说了。家属先出去，我们要抢救。莹莹，他写下了什么？暂时又进入浅昏迷，但这是好迹象，他有苏醒可能。苏小姐，陆家，方启山也说陆家，程泽也说陆家，沈彦成不是终点，真正的 C 还在陆家。事情失控了，苏莹莹查到沈彦成了，陆承泽也有苏醒迹象，所以你慌了。你答应过我，陆承泽不会醒。我也说过，不要低估苏莹莹。现在怎么办？沈彦成这个死人，既然被他们挖出来了，那就让他再死一次。至于陆承泽，他醒得太早了。通知医院里的人，今晚换药。站住！李医生临时医嘱给陆先生补一针镇静，医嘱单。李医生刚才说过，今晚不加药，我是按系统执行。你在哪个科 ？ICU 夜班。ICU 没有王月。抓住他！这不是镇静药，这是会抑制呼吸和神经反应的药，剂量再高一点，陆先生过了今晚就再醒不过来了。谁让你来的？陆女士交代，
今晚必须完成。贾护士已经移报警方，他咬死自己只是收钱办事，不知道上家是谁。手机是一次性号码，不过短信里提到陆女士，这不是随便能编的。这女人是谁？陆远山先生的妹妹，陆总的姑姑。谁？很多年前，她就不怎么露面了。陆家对外说她身体不好，常年住在国外疗养，但老宅里有些旧事，一直是她在管。陆承泽为什么没提过她？陆总小时候和他关系很差，陆先生去世后，陆总几乎把陆家旁地都清除了集团，陆明威也就彻底消失了。他手腕上有伤吗？有，听说他年轻时出过一次车祸，左手腕被玻璃划伤，后来他总戴长袖和手罩遮着。陆家，陆明威。苏总，说出事了，网上有人说陆总迟迟不醒，是您故意控制治疗，他们倒打一耙。陆明威开始动舆论了。他不想让我守在医院，也不想让我继续坐在锦江的位置上。你准备怎么办？他既然藏在陆家，那我就回陆家找他。英英，承泽出事这么久，我一直在国外疗养。昨天才听说你把陆家和锦江闹成这样，我这个做长辈的不能再不管，您管的一直不少。明威姑姑是长辈，你说话客气点儿。陆承泽在 ICU 被人换药的时候，你们这些长辈在哪里？我听说了，医院出了这种事，我也很痛心，所以我今天召集大家是想重新安排承泽的医疗看护。你毕竟年轻，情绪又不稳定，所以呢，陆家家族信托里有一条规定，如果继承人陷入长期昏迷，且配偶存在重大争议，家族委员会有权申请临时医疗监护权。这条早就废除了。老何，你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陆家的规矩不是你说废就废。所以您今天不是来看承泽，是来抢承泽。我是在保护他，保护他到差点让人给他换药。英英，话不能乱说，是吗？可我怎么记得有人交代过，陆女士交代的事，今晚必须完成。陆家姓陆的女人不止我一个。昨晚这里有人，陆家书房有人来很奇怪吗？不奇怪，奇怪的是桌上有玉阶压痕。一枚戒指而已，沈延成的戒指。方启山见过他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沈延成也许早就死了，但有人一直在用他的名字办事。英英，聪明是好事，但太聪明会活得很累。承泽也这么累过吗？陆明威，当年陆先生病重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老何，你跟了陆家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。陆远山的死和你有没有关系？你真的很像承泽。都喜欢用没有证据的猜测逼别人露出破绽，那您漏了吗？你以为陆承泽醒过来你就赢了？下午3点，家族委员会。如果你拿不出证据，承泽的医疗监护权我会接走。他下午3点要开家族委员会，算准了我们现在没有实锤。不是没有实锤，是硬盘隐藏区还没打开。老林说过硬盘有密码，但他一直没说。不是他不说，是他不敢说。陆明威下午3点逼我交出承泽的监护权，林小满在他手里，老林就不会说出密码。秦先生，你和王警官去救林小满。没问题。我跟秦先生去。好，但不准单独行动。太太，家族委员会那边，我陪您。好，陆明威，你要的家族审判我会准时到。贾护士手机恢复的照片，昨晚11点拍摄，定位已抹除，但背景比对就是这里。距陆家家族委员会还有2小时。这里不是普通据点，外面干净，里面全是监控。确定林小满在里面？确定，他还活着。行动。给你爸打电话，让他把硬盘密码说出来。我不
不知道什么硬盘。别怕，没事了。你是谁？你爸让我来救你。指令记录上显示，发件人代号 MW。明威。小满，爸，爸，对不起你。老林，太太，对不起。道歉以后再说。硬盘密码是什么？不是数字，是陆总让我记的一句话。什么？陆家旧债，止于我身。程泽留给你的。是，他说我有软肋，最容易被拿捏，所以真正密码不能写。苏小姐，隐藏区打开了，传回来。时间到了，英英，你拿得出证据吗？不能只让他管家族事务多年，还是他稳妥。既然没有证据，那就表决吧。隐藏区证据已解密。谁说我没有？我这里有一份蓝星基金会指令录音，姑姑，您要不要亲自听听自己说了些什么？沈彦成已经死了，从今天起，蓝星所有指令用他的名义发，玉戒留着，死人最好用。方启山不肯签字，那就让他签过，笔记、流程、审计都有人会处理。陆远山那边呢？我哥病得快死了，他管不了。星环不能进锦江，一旦公开，蓝星基金会那条线就藏不住了。程泽如果查，就让他停下；停不下，就让车停下。陆明威，程泽车祸是他安排的，他疯了吗？假的，录音可以伪造，视频可以剪辑。苏莹莹，你为了抢陆家的权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陆明威女士，这份录音来自硬盘隐藏区，目前警方已经同步封存原始数据，是否伪造会由司法鉴定确认。那就等鉴定结果出来再说。程泽，如果你听到这段录音，说明我没能把事情处理干净。我想过自首，可那时我已经病重，程泽还太年轻，我错在软弱。我以为明威至少不会动陆家人。程泽，别信你姑姑，她最恨的不是我，是你。他说我恨程泽，他有什么资格说我恨？星环是我陪他一起做起来的，蓝星最难的时候是我去求资金、求渠道、求投资，最后呢，他把星环给了锦江，给了他儿子，我呢，我成了陆家见不得光的影子。你为了这些就害程泽？我没想让他死，我只想他停下来，是他不听话，所以让人动了他的车。是，可你们以为抓了我就结束了？程泽现在还在医院吧？医生！又是药。陆总，莹莹，喂，陆太太，陆总醒了。告诉他，我马上回来，把手机给他。程泽，我在路上，你等我。好。沈彦成真的死了？死了。陆明威用他的身份活了10年。莹莹，你今晚必须去救苦。
程泽，沈彦成10年前死于海外医疗事故，所以这10年，沈彦成这个人一直是陆明威在冒用。蓝星基金会原始出资与转移记录，账本后面陆明威的签名反复出现，还有他以沈彦成名义发出的指令对照。这足够了。是否终止蓝星基金会自动备份程序？苏银星，你真的找到这里了？把东西给我，我可以让陆成才活。你还想威胁谁？方小姐的父亲的复查申请还没正式通过吧？林海的女儿安全了吗？你确定？你软肋太多了，赢不了我，是吗？你刚才说的每一句都传到警局了，你算计我？是你教我的，聪明是好事。你以为警方能护住你？账本公开，陆远山脱不了干系，陆承泽的父亲会变成罪人。你不是最爱他吗？忍心让他醒来，看见陆家100年声誉毁在你手里。陆明威，陆家的声誉早就被你毁了，而且你错了。承泽不会害怕真相，他害怕的是有人继续用陆家的名义害人。陆明威，你涉嫌故意杀人未遂、非法控制他人、商业犯罪、伪造证据、叫嚣伤害，现在依法对你采取强制措施。受伤了吗？赢了还哭？好，不哭了，等你出院，